同学们，这个大家看哈，我们用了整整前面1个小时时间，是吧？给大家画了一块这个30，是吧？这是上面的一块30，哎，画了一块下面的30。这个30呢，现在还没画完哈，还在继续，还要延伸下去。画了2棵树。这个现在大家看它都属于什么？都属于是这个是散开的啊，散开的这棵树，这个石头，这个石头。那我就给大家说了，我们画画就是把各种不同的元素通过我们这个组合把它组合起来，让它衔接的很自然，很漂亮。好的学员就说了，哎呀，郑老师啊，我画画我不知道怎么衔接。他每次我看到也有好多学员哈，这个发的这个课稿啊这些发过来，发的给助教老师点评啊或者怎么样哈，确实是这样子的。你叫他画一棵树，哎，他画的还可以；叫他画一块石头也可以。但是你要叫他把树啊、石头啊、这个云啊、水啊、房子啊这些很好的衔接，就觉得不舒服了。那就是什么呀？就是你的这个衔接的基本功还需要再练习哈，还是要练习。当然，我们群里有学员，我觉得也总结了一下，因为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一样，有好多人他学了好多年了，是吧？他手上有一定的基本功，所以说呢，他的对画的理解能力他不一样。还有好多人呢，他悟性很好，虽然他没有画过画，小白一张。突然在某一个时段或者某一个时间看到我的彩墨山水了，一下子就吸引了，欲罢不能，我要学，我要怎么样？这种情况真的很多，我相信我们班上也有这种情况，是吧？哎，他的悟性很好，他看我这么画了以后哈，他就觉得就是我小时候就这样子的。我给大家好像也说过，我的启蒙老师，当时我10几岁，我从13岁开始学画哈。当时我10几岁，我就觉得好像很简单呀，看到老师这么画呀，这些几笔，那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彩墨山水，当时都属于是那个传统的。我看到老师那个拿着毛笔画树枝，这歘歘，哎，我觉得好像很简单我觉得这个不太难呀，第2天我就回去就自己在家里画了以后，每天晚上到老师家里去，我觉得我很幸运哈。我的启蒙老师就住在我家隔壁，也不叫隔壁吧，因为我们是一排一排的，大概就隔我2间房子，直线距离20米，我要到他家里去，可能就是10秒钟就可以走到了，所以说每次画了画，兴冲冲就每天晚上就过去，老师晚上也没事儿，他就画完，我们就旁边看，或者把作业拿给老师怎么样好。我拿出来，老师一看就觉得，哎呦，这个孩子这个悟性很好你看我昨天刚画的，他就会了。说这个就叫悟性，这个我恐怕就是为绘画而生的吧，有可能的话所以说我们班上也有这种情况，我看他们没学多久拿出来的作业就已经画得很好了，这就是悟性。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一样。你们去临画也是一样的，我看那天有个学员总结，他说我们画画可以先从基础的开始，练着以后，觉得我哪天想画一张完整的，那我就画一张完整的。这个以战代练，就跟说中国足球也好，或者是就算现代战争也好，我们以战代练也是很好的呀，就是你就把它那个是吧，画完整的。画的不行，你知道自己的毛病在哪里不了，你再着重练哪里，是吧？这个在上课之前给大家说了一下如何临画如何临画。刚刚给大家画了这2张现在呢，你看这个呢，我从屏幕上看了，大家可能看的还不太清楚，但是我这里面你放大看一下，你看放大了一看就能看出来了。它这个地方它是有层次的，到时候我如果一染的话，我肯定会把这些后面染得很深，把它染得很亮，是吧？一下子层次就出来了。好，我一会儿要画这里的时候呢，
那我也是会把它画的怎么样呢？画的非常的深。那我们看一下，前面的基本上我都是用很深的墨，很深的都是在这个，你看我现在哈，我就不用再去画什么样来，不用再去画这个树感了，直接点点子，直接点点子。它有个什么呢？你看我在点的过程中啊，首先我就会点非常的深，是吧？我点的非常的深。点的很深的时候，它自然而然的就把这棵树怎么样了，衬出来了，是吧？就衬出来了。好，你点着点着，笔上的水分怎么样了？笔上的水分就少了。好，这个时候再逐步的去过渡它，由于它每点一个点子就会被吸一点墨出去，就是每一点一下，笔上的墨色就会少一点，它就会很自然的。你看，同样的墨色，同样的墨色，它就能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有虚实变化，然后有明暗关系。那就为什么？就是它的块面的大小，它这些其实分的就是一个块面的，它这个分居的疏密关系，这有关系哈。把它画好以后，我们这里干什么呢？我这里再把它分一层再分层。你看，这个也是一样的，把这个点子一点上去以后，要高出它一点来。好，这下面这些就是大胆的。有大胆的去把它压下来，来这么一压了以后，你会觉得这个树更加的突出了，是吧？更加的突出了，然后这些它也增加了一个层次。当然一会儿我们这里还有一块石头哈，这里一会儿还有一块石头，把它画了以后，好，这个时候我就要想办法把它延伸下来了，把它延伸下来。比方说我们怎么延伸呢？6次的画很大，所以说这个机位要不停的去移动，要不停的去移动。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不要去考虑，还要把这后面的石头画得非常的细致，还有像这前面一样的有很多的线条这些，它们现在就是一个面的作用点线面的组合，就是我通过这一块这些深的再往这些就插下来。对，很自然的就把它怎么样呢？就通过这一点点这个面往下虚的时候，这里虚了以后，自然就把这个树感就衬出来了。这里呢，因为它实是吧？这个它比较实，它比较虚的话，这也是虚。同时两种都是虚的话，一种是虚的很深，一种是虚的
这个就很虚啊，这些点子都很虚。它是两种不同的虚，但是它出现两种不同的效果。大家看，这个效果就出现了。把它延伸过来，你看这一笔延伸过来，这个叫拖到这里啊，就要注意了。哎，你看我们这里也可以把它画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么虚一点。但你看我现在画了以后哈，这个30是不是很明显的就过来了，是吧？就过来了。我并没有去画很多的什么30的乘法或者怎么样，哎，它这个地方就不要去画的这么复杂了，啊，就稍微深一点啊这些就可以了。关键是这个外轮廓要画清晰，啊，这个外轮廓，这样子它才有一个很自然。我就一直跟大家说。好多学员，他就是这种衔接衔接不好。其实衔接在我们画面上是非常重要的啊。把这个画好以后，我们这里就可以画一条路上去，这里可以画条路上去。画条路，这里可以加点颜色，拿我们的中式欢。用坐标加点，因为路呢基本上都要做成赭式色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画之前就先有点这种感觉，但是整个墨色的基调还是很深的，因为什么样呢？因为它这个。因为它这个就是整体的这些墨色都非常的深，所以你不能去把它也画的很淡的墨色我们这个画鹿这2天我们都给大家画了鹿都画了鹿的。这个整体来说呢，这个鹿其实很简单。一般我是喜欢，你看就把笔倒下来，先把鹿的一些层次把它画出来，你看，画几笔以后，像这种山路有可能，如果是旅游景区的话，有可能会把它修得非常的这个很好，很平整。但是如果是平常的话，有可能就是我们山里的条石，有大的，有小的，甚至有是几块，是吧？把它连起来的。都有可能，所以说你看我们在画的时候我就稍微这么一画，这就可以了。不要去把它画的非常的画的非常的怎么样呢？就是到位。我觉得画这种细线条还是要墨少一点。你看这一块，这2块大一点，这块突然就很小了。然后我觉得，哎，这一块我又可以让它长一点。它都是根据这个路的这个石头它的高低错落。你看，我就稍微画了一下，大家看是不是把这个鹿它这个立体感就画出来了？但现在还需要用淡墨还需要用这些
下面这两个，你会隐约感觉到，哎，有两个台阶，但是它不清晰了啊！我已经把它整个环境融为一体了，哎，这样子由虚逐步到实的一种表现，然后再往后面就很虚了啊！中国画呢，我就说了，特别讲究的就是长。通过这两棵树，通过这两棵树，哎，我们把这块山，这块山石啊，把它给断开了。在断开它的同时，哎，它又把这条路呢也同时也断开了，是吧？我们这里这条路呢，就陆陆续续就画上去。之前好多学员你们在画路的时候，我都这个哈，包括很多传统的山水啊，在画路的时候就是几根线条啊，就几根线条啊，几根这些，这个画上来，我觉得比较单薄啊。像这种哈，它画出来的话，你会觉得它整体感啊，各方面啊是比较厚重啊，比较厚重。把这个画好以后，我们这要怎么办呢？就刚刚说了嘛，哎，这条路延伸过来，延伸过来，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笔上水分还比较多，反正这些地方都需要啊，反正都需要。隐隐约约有一点哈，这就可以了，不要画的太多了，把它画好。你看，从才开始的时候很大的一个路，到现在走着走着，哎，这个路你看它就越来越细，越来越小，为什么呢？很讲究的就是一个透视啊，因为你要是在画到后面都还很大的话，那这个景就小了。所以到时候我们这个透视呢，它就是这样子的哈。把它画好以后，我们将就这个笔，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上，你比方说像这条路啊，就像是本来是没有路的，是强行的把它给凿开了一条路啊。所以说我们这块山石本来是这个山石，可能有些学员说了，哎，你看这就把它全部给我这里不想换笔了，将就中式换来画。一看，哎，怎么样？怎么全部把这里给挡住了？那路呢？我就一直给大家说了，我们画画呀，一定要学会怎么样啊？一定要学会就是学会藏。你看它这种细小的变化，我们中式画呢就可以画出很多很有金石味的线条。好，利用这个山石，
正好可以把这个树又衬出来，是吧？我们这里下来，这就虚下来。把这个树啊，树的下半段这些都可以把它和山石融为一体。好，大家看，这里完全不画线条，完全就让它虚下来以后，它这条路啊，它就清晰了，是吧？我现在还没有开，当然还没有开始染色，这些你都感觉到它的亮度。它这些亮度太亮的话，会抢这个哈，到时候颜色一做，路就凸出来了，啊，路就凸出来了。刚刚我跟大家说了。哎，本来这条路上去，它就跟着走上去的话，哎，这次过来哈。为什么我把这里封掉呢？是因为这个山石它高起来了。你看这个山石明显从这里哗就高上去了。我们画画不一定非要去绕着这个石头走，就走到后面就够了。啊，路在后面去了，然后从这里走，它又弯上去，再从这里上去，是不是就有那种啊？感觉到层次感啊，这些就出来了，是吧？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哎，又把这条路再把它再画一下，要把它延伸上去。再往后面走的话，这个路啊就非常的，就不要太大了，甚至它还可以转个弯。你看，这就线条了，就不要再考虑它。当然也是要有疏密关系哈，不要太近。平常的话，如果是没有这个，在之前这几家人没有搬过来的时候，还是属于原生态的时候啊。这个山石它就是一整块啊，就是一整块。因为要住人了，你不可能一天到晚像猿猴一样的啊，从这里蹦上来，从山石这里蹦下去，然后再上来，不可能，肯定要给它造条路。这个时候，哎，造了这条路，是吧？然后我们把这条路造好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树啊。刚刚这条树啊，这个树，我们把它画出来，也是用中石花。先怎么样呢？先把这个树的主要的枝干，来，先把它主要的枝干。这画出来以后，然后就画这种细的枝干。要注意什么问题呢？这个点字笔，不管它再点的好，再怎么样，它毕竟是3支点字笔连起来的，是吧？3支点字笔连起来以后，它这个边缘你再点的好，它都不可能说是一步到位的。啊，这个时候就要怎么办？就要去整形。我们这里整形不是说是给什么在脸上整形，在身上整形啊，是在树上整形。好，首先第一，我们这个点子点了以后，有些这个树枝还不到位的，你可以补一下。这里记住，一定要给这个树冠留出空间。
不要把数字全部画出去了。你看我们在画的时候，这个数字画到这里，我中间这有一段是些空档的。好，然后这个整形很关键，它是你看我们在整的过程中是非常细致的整形，不是说是大整形啊，这都是微整形，就是怎么样呢？这个树最多在它的边缘这里让它整了以后，让整个树冠让它协调，不是说是一棵很大的树被我整来整去就整成一棵很小的树了啊。树的大的这个形状不变，再看稍微整两下，马上这个树就行了。哎，这里没整了，就还觉得不舒服，是吧？说好多学员到这一步他不管了，说画面上总是觉得画的太粗糙，不精细。把它画了以后，这画画呢，它就是像我们在画的过程中画30的时候，你会觉得用笔非常的粗犷，是吧？你看我这30，它通过这种就是明暗关系的这个处理它会觉得这个30是非常的立体感，有立体感，又还有点像版画的感觉有版画的感觉。非常有立体感，这个是大刀阔斧的画，画到这些地方是那就要注意了，细心收拾了。所以我们经常我们说的大胆下笔，细心收拾，不是说是我们画画就是虽然我这里用这个彩墨山水通过了好多次的这个改革已经，你包括点字笔，是吧？点字笔的用法，是吧？我们松树的画法，其实都是一个大胆的改革，它跟传统的山水都不一样，都是为了让我们整个的彩墨山水它成了一个体系，虽然改革了点子这些，要是你用传统的画，你这个点子你有可能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画它，我们这个已经是教很多时间了要不我才不敢，我4节课我就去画一张6尺的。